魏婴怔愣半晌，江婉银，是了，一个陌生的人只会喊他江宗主。魏婴，周云突然靠近魏婴，直勾勾地看着魏婴的眼睛，你是那个夷陵老祖吧？突然掉了马甲的魏婴心中1万匹羊驼跑过，心中的小人疯狂捶地，这个周云怎么那么恐怖？我好像也没说什么吧？魏婴干咳了一声，看着周云俊秀的脸庞，咦，右眼眼窝处居然还有颗泪痣，还挺好看的。蓝湛有没有泪痣来着？好像还没有近距离端详过蓝湛的脸，以后看一看。夷陵老祖，夷陵老祖，周云连着说了2声夷陵老祖后，像是想通了一些事情，突然放肆的大笑起来，哈哈哈，原来修仙也断不了贪嗔痴啊！人心即鬼域，原来这鬼道才是最后的正道。魏婴听着对方的断言，虽然不知为何身上仿佛有禁锢在松动，但依旧神色肃然道：“周兄，鬼道非正道。”果真是一个傻小子。周云轻笑道，突然有点怜爱他了，历尽千帆还能留有这赤子之心，倒是少见。若非对方已有师承，倒真起了替师傅再收个徒弟的心思。周云虽非修仙之人，可有些道理是一通百通的。魏婴，你告诉我何为道？世人又为何要求先问道？魏婴哎了一声，这2个问题倒是从来没有想过，眼眸中也充满了不解。这2问题你若能找到答案，你也就找到你的道了。周云看着兀自出神的魏婴轻声说道，或许你能得证大道。3月的春天还有些寒冷，周云视线中的青山又朦胧了些许，若是求仙是为己，这仙修与不修有何区别？无非土匪换了官袍。力哥，我们要不要派个人跟着？金家的一个修士看着蓝忘机渐渐远去的身影，低声问道。金丽微微挑眉，眼底闪过一丝算计，转头赏了那人一栗子，跟什么跟？则无君多宝贝这弟弟你不知道吗？你要想得罪蓝家，你尽管去跟着。那倒是，脸方尊都放话了要好生护着。可是蓝二公子在兰陵这么转悠，转到其他地方怎么办？那修士不痛不痒的被敲了一下，下意识摸了摸额头。那是我们能管的事吗？脸方尊都没有多说什么，你想那么多。金丽舒展了一下身子，回头看了看摆满尸体的村庄，随便找个地，挖个坑把他们埋了吧。力哥，那个方向好像是贵哥负责的，要不要提前去？另一位修士不由出声道。你若敢去多嘴，我这小庙可就容不了你这尊大佛了。金丽冷声道，金贵和他是多年的死对头，面子工程自然是做足的，可没想到这工程足到手下的人都分不清东南西北了。蓝忘机告别金家一行人后，本想着继续找魏婴，但是麻雀的丢失使得蓝忘机不得不先解决眼前的问题。蓝忘机遇见低速飞行于树林上方，试图在一片绿油油的树林中找到那只黑乎乎的麻雀。约莫飞行了1刻钟，终于在陈家村的东南方向10几里的地方找到了一团黑不溜秋浑身发抖的麻雀。蓝忘机微蹲下身子，轻轻顺了顺麻雀的羽毛，小麻雀，就麻雀整个身子抖动得更厉害了。一股强大的怨气直接将蓝忘机推至10米外，麻雀仰着脑袋不停地抽搐着，怨气以麻雀为中心径直扩散了开来。只听得咚的一声，重物落地，蓝忘机看着麻雀将刚才吞入口中的活死人吐了出来，遂又重新吸收了扩散的怨气。就麻雀恢复了正常的大小，扑棱着小翅膀朝着蓝忘机飞来，选择站在蓝忘机的肩膀上。蓝忘机上前仔细看了村民的情况，没有灵力根基的普通人在怨气入体后却没有爆体，身上的脉络在怨气的影响下异常清晰。正在蓝忘机检查时，村民忽地睁开了眼，死死地盯着蓝忘机，乌紫色的手指紧紧拽着蓝忘机的衣袖。薛阳背着小包袱哼着小曲走在前往乱葬岗的路上，偶尔碰见几个修鬼道的修士，薛阳也乐得装无知。因对方一把，臭小子，站住！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一名修士强忍住身上的瘙痒，大声喊道，夷陵老祖是我师父，我警告你赶紧把解药交出来，不然等老子恢复过来有你好看。薛阳掰着手指头数，忽地顿了顿身子，斜着眼看向那人，你是小爷我碰到的第10个自称为无限徒弟的了，连我都打不过。夷陵老祖徒弟，就你也配？薛阳一个纵身跳上一旁的石头，
翘起了二郎腿，说罢，你叫什么名字？那人嘴角抽来抽，看着对方那无赖流氓样，暗自思量了一下，还是配合一下比较好，不然怎么背音都不知道。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在下张苏。小爷我叫薛洋，记牢了。薛洋用手拍了拍石头，示意对方坐过来。张什么苏？你很想休轨道？张苏犹豫片刻，可身上那蚂蚁般咬的蚀骨之痒，使他不得不听从对方的指示。轨道自然是想休的。薛洋，你能把解药先给我吗？等哥解了这毒，就陪你好好唠唠。薛洋咧嘴笑道，一口白牙生生晃了对方的眼。哥，唠唠，你想死啊？张苏硬着头皮改口道，薛少，薛公子，能不能先把解药给我？真的好痒。